我刚刚看到，你小时候，祖神对你确实十分苛刻。习惯了，我从前不喜与人相处，以后也不会。你做什么？别甩开我，我身上可有伤。白绝，这世上不是只有冷漠之人和畏惧之人，人与人的相处应该是和善的、温暖的。从今往后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，陪你修行、读书、喝酒。天气晴朗的时候，我们就出去放放风筝。以后，我不会再让你孤孤单单一个人了。这下完了，这下完了！待明日之阳回来，我只怕要被发配下界几万年不得回来了。这有什么的？我带着酒去抢你就是了。你懂什么呀？我那是怕没酒喝吗？我那是怕见不着上古。那我就不去抢你了，让你连酒都没得喝。哎呀，月迷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对我当然也很重要。你想啊，这本尊一世英名啊，苦守了1万年，马上就要和上古双宿双飞了，这怎么就被这俩货给搅和黄了？你说？抱歉啊，这是我自己闯的祸，明日我自食一力承担。此话当真？自然当真。好兄弟，那你在这守着，我去瞧瞧上古。啊，小光光，我想你，你在哪里？小爷爷，小光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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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光光，小光光，小爷爷。这普华的姻缘石什么时候这么灵验啊？连真实也顶不住，月明顶住！我们有事，我不行了，小爷爷，这剑都这么大呀！小爷爷，过来呀！我们神界终于要有喜事儿喽！哈哈哈！哎，不是，白雪神尊，怎么是您呢？您怎么在这儿啊？本尊竟不知，普华神君还有这样一方洞天福地啊！神尊恕罪，这昨日呢，日月同啊，小老儿离得实在是太远，真的没有看清楚。那这么说，昨日进到密室的是您？那一起跟您进去的女君？这地方可是为天启布下的。这欢喜室确实是天启神尊让小老儿帮忙布下的。可是他昨日没来，您却进来了，这我真的不知道。他为何要布置这个？这自然是为了他跟小主神的姻缘吧。他跟小主神呢，这自来就情谊深厚。如今这小主神长大了，这天启神尊呐，就日日琢磨怎么把小主神娶回家，还让我给他们俩牵了红线呢。牵了，牵了，但是不管用啊！神界的红线怎么能是小老儿能牵得动的呢？这是刚牵上啊，便断了。哎，那奇怪啊！昨日那番动乱，难道小老儿连小主神都看错了？你连我和天启差别这么大都能看错，更何况上古？是，都是小老儿的错。真神的线不是你能牵就牵的，日后莫要再管。上古身为主神，身负天地重责，姻缘岂是能随便安排的？天启这么做，
确实是妄为了些。白绝真神所言甚是。此番确实是小老儿考虑不周到。小老儿保证，从今以后呢，绝对不会给小主神安排半丝姻缘，管教他过10万年。白绝神尊，那昨日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哎呀，这小老儿真的是老了，已经糊涂了。昨日宴会结束以后，这小老儿就早早的回洞里休息了，对吧？下去吧。是，小老儿退下，小老儿退下。方才我没做梦吧？不是在做梦，白绝真神真的抱着一个女君。天哪！那女君是谁呀？不知道。祖神在上，咱们神界要出大八卦了。日神夜神，你们二人相恋之后，不顾天地法则，私自下界，致使日夜颠倒，酿成大祸，可治罪？神尊，一切错都在我。昨日是我强行带日神下界，才会犯下弥天大错。神尊要打要罚，巡夜愿一力承担，还请神尊不要责怪朝日。赤阳真神，昨日是我强拉夜神下界，是我的错，与他无关，还请神尊不要责罚巡夜。不，是我情难自禁犯了大错，一切和日神无关。巡夜，日神夜神，普华以为你们解了姻缘绳，难道你们之间的感情是真的？始于误解，陷于相知，终于情深。小神意识。够了！纵使你们两个有说破天的道理，错了就是错了，本尊定要重罚。神尊喜欢一个人，何错之有？哪条天规规定过他们二人不能在一起？胡闹！你也是神界的老人了，日与夜不得兼行，实乃自然常规之法则，3岁小儿皆知。还有写的天规里吗？那也不是他们的错。昨日是我不慎将普华的姻缘绳扔在他们身上，才会害得他们不顾职责，妄自下界。这小神也有责啊！小神呐，就不该召开姻缘大会。普华，你没错，你只是奉天启的命令行事而已。倒是你，月迷，平日胡闹就算了，此事上也分不清轻重吗？月迷，你这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的臭毛病，什么时候能改改啊？天启，本尊大丈夫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我就是饮了些酒，甩了根姻缘绳在他们身上嘛，该怎么办便怎么办呗。天启神尊，您乃真神，为何要庇护月迷上身？而且，这姻缘绳明明是他……什么他的？那是本尊为自己和上古准备的，不行啊！你胡说八道！你干嘛？你瞒着我举办姻缘大会就算了，如今还说这种荒唐之言。姻缘绳是你的是吧？啊，好，你致使日夜大乱，给我滚去明堂里禁足。什么时候知道错了，什么时候再出来。凭什么呀？不就是根破绳子吗？你自己数10万年孤独寂寞，还不让别人寻觅幸福啊？住口！来人，给我拉下去！这样神尊，不用，本尊自己走。我不是在桃园里密室吗？怎么回来的？白绝神尊抱回来的。我睡姿美不美？我有没有打呼噜、流口水啊？有一点儿。那有人看见了吗？大家都瞧见了。
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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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事儿闹大了！祝女神，以后一定见我一次打我一次，有的还可能杀了我。那我以后去长元殿修行，岂不是要挑个没人的时候去？你笑什么？难道我没有别的女神美吗？小殿下是最美的。走吧。是。我明天上课穿什么好呢？这我那条红的还是绿的？哎，那抱的究竟是谁啊？是哪个女婿啊？买的用离手啊！看看昨天撩动咱们白绝神尊神心的，究竟是哪一颗女君？来，都压大胆，竟然敢开神尊的玩笑！参见白绝神尊。神尊，该怎么处置他们？形势如何？啊？他们认为本尊喜欢哪一款？买可爱的人最多。为何？许是阴阳相调，与神尊互补。原来本尊在你们心中是如此冷漠。红日师爷，无妨，是我太认真了。这一群是他，白绝神尊竟然在意他。哎呀，这一天过的，小老儿真是不嫌命长啊！这天神的事儿啊，以后再也碰不得的啊！要不，我还是关了这姻缘词吧？对，闭关200年，避避风头嘛。普华，哎，参见小殿下。请起吧。你掌管3界姻缘，对情这一事应该最是了解吧？那个小殿下这么说，可是想知道情为何物？是啊，情到底为何物啊？话本总说，生死相许才是真爱。那么你说不谈生死，就不是真情了吗？小殿下，你可能是拜错庙门了。连你都不知道啊？怪不得下界那么多痴男怨女。这情之一字呢，十分难解。你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为情所困的那些人呢，更不知道，所以才会有“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”这句话。那我怎么判断？小殿下，你是不是想判别你心中喜欢的是谁？对。小殿下，你要是这么问的话，怕是已经红鸾心动，为情所困了。需要胡言，我就是好奇。小殿下，如果你真的想知道你喜欢的那个人是谁的话，你可以用心去感受感受。感受，是吗？你现在的所想、所思、所盼、所期，就是你心中所系的那个人。你性子善解人意，温柔大方，美丽动人，体贴柔顺，自然是3界1等1的。小殿下，我嘱咐你2句啊。这情这一事呢，就好比这壶酒，初饮的话沁人心脾，但是要是浓了的话，就会纠缠惑心。小殿下，你可一定要当心啊！纠缠惑心。难道这家伙招蜂引蝶颇多，我谁都不如？今夜的星星格外明亮，比起瞭望山也不差。
你怎么来了？怕你在店内孤苦伶仃，特意来探访一下，陪你聊聊天。喝酒了？今日本主神颇有雅兴，小酌了几杯。坐下，替你醒酒。方才我一直在想，你是因为性子冷清，所以面如冰霜呢？还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该以什么表情示人，所以干脆没有表情？你还记得吗？当初你还问本尊，为何要将封印玄衣的功劳算到你一人头上？你终于想说了。有多自卑，就有多自负。你如今神脉大开，功力大涨，之前那些故作顽劣的戏码，日后莫要再上演了。本尊都替你心累。还想聊吗？不要了，你太会聊了。要不要学点新的招式？除了修炼，咱们就不能做点别的吗？什么意思？比如说，星星。看星星。吊碗山的星星最是好看，可你却从来没有带我看过。你若想看星星，自己去便是，为何还要我带？你就要带我去看？我知道有一个地方，比六华山更好。此处便是乾坤台，祖神降下示警之处。传闻，天地之间每18万年便会降下劫难，唯有混沌主神以神力相挡，方能消除劫难，救苍生，成大道。7万年前，祖神欲传位给玄一，可玄一心思不正，一招坠魔，才导致天地横生浩劫。这些我都知道。祖神踏破虚空而去，遗留一口混沌之气在这乾坤台上，运化万年，我才降生此处。我生来便是承其祖神遗志，运化天地大成的。所以啊，上古，你掌着天地之重，在比旁人权力更大的背后，是最重要的责任。我会好好修炼，我会比你想的还要努力，尽快掌管主神令域，出任混沌主神。哎，我的夸奖呢？你别老天天冷着一张脸了，你一冷着脸吧，我看着心里就难受。我一难受，我就修炼不好，修炼不好，出任不了这个混沌主神。你说那能怪谁呢？狡辩。时光如你，让我竟思绪牵引，温热将心握紧。抬头时也吻过的流星，潺潺声音朦胧中依然清晰。
寸一寸光阴换回你，一生一默总是本尊脸上有花，带你酒醒，我们就回去。等下一世晨曦，重新再相遇，毫不犹豫，银河里陪你许愿星期，彼此可以靠近，三言两语，若如此良辰，若如此内心，愿你随心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做噩梦了？还是忽然心情不好？没事。九幽之地又出事了？不是，这几日乾坤台可降下与上古有关的事情。不曾啊。上古自降世以来，祖神已多年未能施降，上古身负重担，事关混沌之力，下界苍生，可绝对不能出任何纰漏。明日便颁下谕令，乾坤台100米之内，众神皆不可踏足半步。为何如此？祖神视讯，诸神必须第一时间知道才可。乾坤台乃神界基石，如今玄衣虽已被封，仍然不可小觑。为了避免魔族卷土重来，乾坤台日后由我亲自看守。也罢，天启最近是越发荒唐了。你既然已经归来，在上古接掌主神令宇之前，你便重掌一些神族的事务，以免日神夜神这种破坏天地法则的祸事再度发生。当初只是让我回来教导上古，现在倒好，又变成重掌神界事务了。放心，等忙完这阵儿，我送你回瞭望山，独享清闲，好不好？不必，我接受你的安排。白绝真神，嘴硬心软，最是大意。哎呦，怎么成这样了？不就几道天雷吗？真神雷响，即便是我，也顶不住。这个智阳怎么能这么对你啊？明明是我让日神夜神相恋的，坏了天地法则，要罚应该罚我才对啊！不行，我要去找他。可啊，怎么连水也不给啊？这里的水我喝不惯。那你等着，我给你取点泉水来。取泉水太麻烦了，你去太初殿搬几坛佳酿来即可。你是明堂囚徒，阿驴不应该饮酒的。月迷，我实在是口渴难耐，你就帮帮我吧。好，我现在就帮你取。为了你，梵天归也没有关系的。无坛也好，试坛也罢，多多益善。好。哎，月迷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在太初殿有几坛千年佳酿，你去问子涵，他知道在哪儿。还有东海金宫的那批，也一并取来，快去快回，我等着你啊。
现在怎么不气若游丝了？合着你就是馋酒。你啊？怎么了？你就不想知道我为什么要丢那个姻缘绳啊？对啊。哎，你那姻缘绳到底是为谁而求啊？不会是真看上哪家臭小子了吧？我就不该问。还真是看上哪家的神仙了吗？好啊，等我出了名堂，一定亲自帮你把关。我告诉你啊，这男神看男神跟女神看男神，他就是不一样。你不难受？这是好事，我难受什么呀？那个哪是为自己求的呀？你不是喜欢上古吗？我是帮你求的。月明，既然你有情，我有意，那不如从今日起，我们结拜成兄弟。从此以后，我就是你大哥。莫不是你想做大哥？不合适吧？谁让做你兄弟啊？哎，你酒还没帮我取呢。我是叫你来给我出主意的，你怎么看起来比我还丑啊？你是不是又在白绝那儿修行的无聊，想去下界捣乱了？不是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喜欢上一个人。喜欢？那你喜欢的人可多了，志阳、天启，你都喜欢？不是那种喜欢，是那种，就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他开心的那种喜欢啊。还有吗？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感受？就他的眼睛，就是他的眼睛明亮的就像那个星辰一样闪烁。看来你是真的动心了。不是心动，是心颤。但是喜欢一个人又有什么好呢？你就拿这个点心来说吧，你刚开始吃它的时候，它就像蜂蜜一样的甜，但慢慢的你就会觉得它比山楂还要酸。你说这个点心喜欢被你吃还好，它要是不喜欢的话，那就跟药一样苦。什么酸甜苦？你这说什么呢？你这个点心你不喜欢吃就不吃啊。所以呢，你喜欢的是谁啊？你不认识。哦，不是我们神界的人呐？不是，那就直接去跟他表白嘛。以你的地位、美貌，神界哪个男神拒绝得了你呀？我这么跟你说吧，这事儿急不得，贸然跟他表白的女神太多了，塞在他手里的那是一个又一个。你要是真想知道他喜不喜欢你，我有一个法子。什么法子？你就上去亲他一口，你就看看白绝什么反应。当然了，不是渡神力的那种亲，是那种男女之间的那种。算了吧，我要是亲他一口啊，他肯定把我的筋也抽了，皮也扒了，还给我送到炼狱里去。怂！我这不是怂，我这叫从心。不是，我好像没跟你说是白绝吧？你怎么一下就猜出来了？整个神界就他能治得了你，不是他，难道是天启啊？我又不傻，早就猜出来了。你看你这个样子，自卑、渺小、忐忑，哪有你以前的不羁和洒脱呀？真明显啊！你要是真的想讨白绝的欢喜呢，你就不要刻意的放低姿态，也不要小心翼翼的去迎合他。事实证明，白绝他压根儿就不吃这一套。你看雪莹，苦等了他几万年，他呀就是个前车之鉴。那我怎么办呀？话本里说，如果一个女人想追求男人的话，不能靠硬来，得靠吸引。吸引？怎么吸引啊？你别问我怎么吸引了，
我要是知道的话，那我也不……你这表情，是不是也有喜欢的人了？你也知道，我对这种情情爱爱的事情，就是觉得很肤浅。啊，是，你看画本比我看的还要勤呢。你还想让我给你出主意吗？要，但是你得保证，此事只有你知我知，天知地知，不然你那些小事啊，我保证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吸引，你可以试试投其所好。关键白绝这人，一不消遣，二没有什么爱好，我得做点什么才能吸引他呢？反正我提醒你，他就是一个没有心的，连雪莹种的花都给烧了。反正你还是不要抱太大希望了。有了，哎，小天下，你拿这么多小玩意儿做什么？让你们家神尊开心开心啊！平日里啊，他总是皱着个眉头。小天下，你心是好的，只怕白绝神尊并不领情啊。会吗？神尊，今日到来的挺早的，这是何物？课余时间甚是无聊，用这些小玩意儿解解闷儿。风筝，好看吗？玩没玩过？没有。天哪，红日，你家神尊竟然没玩过风筝，很奇怪吗？风筝、拨浪鼓、走马灯，这是每个人儿时都玩的小玩意儿。哦对，还有球和毽子。对。本尊儿时可没这么无聊。我知道，你儿时日日与太仓枪为伴，南征北战，捉妖屠兽，自是想玩也没时间玩了。本尊不喜这些。是吗？我放风筝最在行了。小天下，神尊他不会领情的。好吧，本尊陪你放。放风筝，你不是最在行吗？这里头学问可多了，风筝必须迎着风飞，才能飞得高，飞得远。来，我帮你。飞起来了！你看飞得多高！你看啊！凤凰于飞，寓意极佳。上果，若是你能选择，你愿做一个普通散仙，还是一个肩负三界苍生的主神？怎么忽然这么问？又想考我？不，我只想听你真心回答。我既身为混沌主神，这三界苍生，便是我降生于世的责任。既然如此，不管我肩上有多少重任，我都愿意承受。好，我会竭尽一身所能，祝你早日接管神界。终有一日，你神光所目之处，便是上古混沌之名。哎，神尊，你怎么了？可是腰伤了。莫要胡说，本尊腰好得很呢。只不过这明堂的地太硬，本尊睡得背疼。对了，本尊被关的这几日，智阳那老东西可有什么表示啊？前人送了一些美酒来，都是千年佳酿，合你胃口。这还差不多。对了，神尊，在您被关押的这段期间，我抽空去了一趟妖族。森简的确是个可造人才，
我已经将那小虎妖送进第3重天修炼了，虎族各个英勇，假以时日，可堪大用。这事儿干得利索，不错。是神尊您慧眼识珠，为妖族觅得一千古良将。这要说本尊眼最尖的那回，还是把你收上来做神兽。当年乾隆族大战，若不是得神尊保全，我一个小幼……打住打住！你要有报恩这功夫，还不如进屋陪我喝2杯。走走走。神尊，我酒量浅，同您喝，怕您不尽兴。尽兴尽兴。这几日，白冰矿那可有动静？啊，神界传闻，姻缘大会之后，白绝神尊抱着一个女君出来，他们都说有问题。女君？何方女君啊？此事目击者甚多，传闻也甚多。有人说是雪神，有人说是雨神，有人说是花神，说什么的都有。甚至还有人说是小天下。什么？上古？啊！但凡当时落单的女君，都成为了怀疑对象。就为这事，长云殿门口还开了赌局呢。那雪神、花神、雨神，他们可有承认啊？他们都承认了，都说自己才是被白绝神尊抱出来的女君，这不是就成了无头悬案了吗？那白冰块和那女君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？可是姻缘洞，这个就不知道了。这事得问普华，他最清楚了。哎，神哥，普华他去仙界游历了，不在神界。这早不去晚不去，偏偏这个时候去啊！这分明是躲着我嘛！哎，神尊，您别兜心了，这些都是一些捕风捉影的传闻，兴许过几日就消失了。去把石阳的酒给我拿过来。是。小殿下说，这些玩意儿先放神尊这里，等课余时想完了再方便来取。神尊，您都许多年没写令语了，这是要给谁写信啊？凤族，凤云长老，上古如今神脉已开，也该去凤族挑选神兽了。干嘛要选凤燕？那臭鸟十分花哨，最是无用。当年祖神破碎虚空前就降下谕令，上古的神兽必须出自凤族。再者，天地神兽大多单一，唯独凤族群居，实力强大。凤凰若是能够成为上古的神兽，凤族将来必定是上古最忠诚、最强大的主力。神尊思虑周密，只是我还听说啊，凤燕快到涅槃之期了，也不知道她重生之后会不会性情大变。最好还是找我这样的，正直忠诚，还能陪小殿下聊聊天。我看我找个哑巴倒挺好，省得天天在旁边念念叨叨的，烦人。怎么了？十几万年了，这是您第一次同我开玩笑。小殿下的本事行啊！与他何干？是，与小殿下无关。我去给小殿下送蜜饯去了。双脚打开，手臂伸直，肩腰向下，呼气，收，手臂向上，右脚在前，呼气，收，右脚提起，双手打开，吸气，伸，身体放松，精神放空，向上向前，力求达到一个身心合一的境界。停。小殿下，你是初学者，不要着急，用腿部发力，切勿注重身形，主要在于意念。好。停。向上向前，力求达到一个身心合一的境界。停，小殿下，你是初学者，不要着急，用腿部发力，切勿注重身形，主要在于意念。好。
倒是比往日纤细了不少。啊，神尊，小主神近几日食量大增，腰围都粗了2圈，怎么会纤细呢？神尊，我们该去练兵场了。本尊今日吃多了，想多待一会儿消消食。可是您说过真身辟谷，就喝了一点汤啊。哎，神尊，等等我。白绝，白绝，我见你平日里喜欢素色，所以我今天就穿上了素色的衣裙。哎呀，你却不在。小殿下，怎么又是你？你不知道长渊殿不许其他女神进入吗？白绝都对你那样了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满神界都知道，白绝神尊待你不同，小殿下很是得意吧？我与白绝皆是同根同源的天地真神，他待我亲厚，自是应当。这些话你偏偏自己也就得了。若你不是我神界主神，若不是至阳真神择了白绝真神亲自教导你，以小殿下平日里的品性做派，白绝神尊又怎会高看你一眼？比起我们，你不过就是占了一个身份上的便宜罢了。你撞坏了我的风筝，不但不道歉，还羞辱顶撞我。不过就是一个风筝，小殿下如此生气，难不成是夏君说的一点没错？你身为混沌之神，不学无术，神力低微，你有什么资格做三界主神？又有什么资格入长渊殿做他的弟子？放肆！本主神没有资格，那么你就有资格了吗？我当然有，你不过是占了身份之尊，哪一点又比得过我？好，既然雪神如此狂妄，那我们就堂堂正正的比试一场。如果你赢了，我便宽恕你以下犯上之罪；如果你输了，若是我输了，雪莹甘愿受罚。好。参见小殿下。小殿下身份尊贵，夏君也不敢伤了你。我们就以这荷叶为界，谁若先掉下来，就算输。好。小殿下，你这有点太目中无人了吧？对付你足够了。小殿下何时变得这么厉害？小殿下，你输了。你明明动了手脚。输就是输，堂堂主神难道输不起吗？古地剑！小殿下约战之时，言之凿凿说不会用古地剑。可古地剑可劈天斩地，若是小殿下用古地剑和夏君比，那你放心，我自然会赢得光明正大，绝对不会拿神器欺负你。如今输了，却拿夏君撒气，未免欺人太甚。小殿下到底是年轻气盛，开始之前也没说不能使用法术。
见过白绝神尊。见过神尊，神尊莫要怪罪，雪莹就是想看看，到底哪里不如小殿下。没想到侥幸赢了一时半招，却惹来小殿下如此不快。侥幸赢了，雪神说笑了。若不是雪神动了手脚，不出10招之内，上古必定赢你。你比他差的，在招式，在勤奋，更在于心境。听见了吗？还好来了个明事理的。雪神若现在请罪，说不定本殿下一开心就……住口！今日比试到此结束，都退下。是。我们先告辞了。你不好好修炼，却在桃园林如此胡闹，别人不过用一道法术就能将你算计，你有什么好得意的？白绝，喜怒不形于色，好恶不言于表，这是你最该修炼的心性。雪神和众神不过说了几句，便气得你拔剑约战，那将来3界诸神如何信你？天下如何心安？雪莹她撞坏了我们的风筝，不过是个风筝，换了再做便是。身为主神，身负神界安宁，今日这样，那来日呢？那风筝于你来说是个小玩意儿，于我来说不是。圣果，神尊，神尊请留步。神尊莫要生雪莹的气，今日之事都是雪莹的错，只要可以让小殿下消气，雪莹甘愿做什么都可以。你若真心知错，就应该去找上古道歉，而不是到我面前惺惺作态。只是小殿下还没有消气，肯定不会轻易原谅我的。也是，那本尊便抽你1000年神力作陪，以示惩戒。什么？不愿意？方才你所说的，可都是违心之言。雪莹不敢，只是雪莹司掌下界4季，若是神力受损，恐怕会牵扯甚大。还有神魔之战之时，雪莹也算是有一些战功，这般处罚，恐怕旁人也会非议于你。你倒是想的挺多，不过，照样该罚。你明明技不如人，却不知勤加苦练，只会用些歪门邪道。我记得我早已说过，长渊殿内不许女君进入，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你。小殿下，这是雪神派人送来的赔礼。区区1000年神力，比我混沌之力差远了，我才不稀罕。你笑话我？你是觉得我的混沌之力难以大成是吗？明天我就不去长渊殿了。我那风筝都坏了，他一句安慰都没有。区区一个小比武就小题大做。哎，还3界是如何颠覆的？我看他脑子颠覆了才对，气死我了！我刚才凶白绝了，他肯定生我气了，我肯定在他心中的形象已经不完美了，但是也不怨我对吧？他先凶我的，所以我在他心中的形象还是完美的。追一个人太难了，月迷说的对，就是不能抱太大希望，对吧？这可怎么办啊？
神尊，神珠已经送过去了，您吩咐，我只说是血神殿中的人，没露半点马脚。收起来吧，日后用不到了。神尊，您不去找小殿下了？不必了，去告诉他，明日修行，改学帝王心术。是。神尊，小神还是想多嘴一句，自瞭望山归来，小殿下修行极为刻苦，他毕竟年幼，来日方长啊。你是在怪本尊对他过于苛刻了吗？小神不敢。他没有多少时间了。如今我若懈怠、心软，便是害了他。快去吧。是。冰块，上古有阵子没来你殿中修行了吧？听说你们家红日请了好几回都没请动，怎么，到底是教不了他吧？你提这个干什么？好茶需要竞品，莫破坏了兴致。这样，我刚学了个新招式，你保证没听？上古，你来的正好。来。那日陶渊林的事儿我都听说了。白绝不是偏袒于你吗？你怎么还生起他的气来了？坐下。哎，我们3个人的关系啊，不更亲厚些吗？他已经伐了血神1000年的神力，算是替你出了气了。当真？多嘴。当真？算了，不管雪莹用了什么招数，我输了便是输了，对吧？哎，上古，这么轻易就哄好了？这俗话说男神的嘴骗神的鬼，你可不能轻。哎，上古，正好有一个事儿啊，我跟白绝还有天启正商量着去梧桐林给你选神兽的事呢。咱们什么时候去啊？此事事不宜迟啊。上古，要不我陪你去吧？这梧桐林可是个好地方，我们正好一路游山玩水，逍遥快活。你不去啊？本尊有事。你要是有事的话，我们可以晚启程几天，我等你。为什么非他不可呀？因为他是我名正言顺的师尊啊。哎，白绝，你是不是想问我为何不陪你去凤族？我想过了，那天我与雪莹比试之事，你说的是对的，是我太粗心大意了，而且输了就该认，之后我一定会想办法赢回来的。我已经不在意这件事了。那你为什么不陪我去凤族？上古，我不能帮你解决所有事情，此行涉及凤族事务，与你也是一次统御神兽，这是自我成长的最好机会。可是我一直跟着你修行，选神兽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能不与我同行啊？神尊，小殿下，凤云长老求见。见过小殿下，见过白绝神尊。长老为何会突然来此？难道没有收到本尊的令语吗？正是收到了神尊的令语，凤云这才前来求见。什么意思？唉，凤族大罪，还请神尊恕罪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祖神破碎虚空前，便已定下我皇为小殿下之神兽。这些年来，凤燕陛下一直为了能承此重任，苦心修炼。3日前，陛下终至涅槃之境，恰逢神尊令语到来，谁知在梧桐祖林中准备涅槃重生之时，却被人盗走了元神。凤燕的元神被盗了。凤凰一生涅槃3次，
需生生不灭7情阶段后，方能成为神兽中最强之人。这些隐秘外人并不知道，凤族高手如云，又一直居于各族之首，谁会有胆子闯进梧桐林盗取元神？是无锡，他本是梧桐之祖，守护凤族数万年，一向对凤族忠心耿耿。他既是忠心，为何要趁凤燕涅槃之时盗走他的元神呢？小殿下有所不知，说到底，皆是一个情字害人呐。孽缘，孽缘呐！我凤凰一族的皇者，一生会有3次涅槃：降世、敬神、身陨。精神涅槃后，身体、性格、记忆都会随着涅槃而散去。每一次涅槃，凤凰的修为并不会消失，所以凤凰每经受一次死亡，便会变得越来越强。原来如此，那岂不是每一任凤凰都是同一个人？是，也不是。除了修为，历任凤凰之间再无相似。这一任的凤凰与无锡青梅竹马，自小便相互倾慕。他们2人情投意合，我也是知道。可是当年祖神早已降下神谕，小殿下的神兽将从凤族选出。我凤族以凤凰为最强，自然只有凤凰才能做小殿下的神兽。可当年凤燕陛下自与魔族一战之后，却神力大减，如今也只是上仙实力。所以陛下就决定进行第2次涅槃，可谁知无锡竟会用这种方式来阻止陛下涅槃。凤燕要是第2次涅槃的话，那跟死了有什么区别呢？对吧，白平块？3界万物各有自己的生存法则，无关善恶对错。凤燕既然做了决定，想必是心中已有取舍。但无锡恒生之劫，阻止凤凰涅槃，按神戒律，当诛。白绝，规矩便是规矩，无锡逆天而行。若为他一人罔顾祖神之令，那要规矩何用？长老放心，元神丢失一案事关重大，本尊定会亲自寻回。不是说让我自己去历练吗？怎么又大包大揽了？无锡现在应该还在先祖之地，只是他隐了气息，实难找寻呐。我倒是有一个法子。我这身怎么样？把寻仙灵给我。凭什么？这是我找月明要的他的宝贝，可以探知神仙的气息。有寻仙灵又如何？你认识无锡凤燕？这我早就想到了，下界前我就找凤云长老要了他们的画像。还算有长进。我跟你说，这家的来，我们走吧。香啊，是吗？对，你帮你尝尝，吃一碗再走。错了，真神可以辟谷。上次我在东边吃的。我不行，是不错。我还长身体呢，说不定我还能长个大高个儿呢。我正确。以形补形，馄饨，我需要以形补形。饿了就把正事给忘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等咱们把正事办了，我再回来吃它。这还差不多。他们就在附近，走。陛下，请原谅无锡大不敬之罪。我与你相伴数载，情根深重。一想到你即将涅槃，便会忘记我们的过往，我便痛不欲生，只能在你元神抽离、即将涅槃时将你带出来。
无锡，我涅槃重生前，便与你说的清清楚楚，这一世我欠你太多，不配许你来生。你为何要犯下如此大错？不，欠我的不是你，是上古小主神。若不是他要选神兽，你和我也不会情断涅槃。可与我有情的无锡，不是你这样的。你又怎能为了救我，祸恋凤族？你我这一世还未清净，我不要来世。我后悔了。什么？你是后悔我私自将你带出来了，还是后悔曾与我在一起？我后悔涅槃了。你将我元神道出凤族时，我看见了你的眼泪。我以为我已将今世舍离，可终究还是舍不下你。我决定了，这一生，不管是浪迹天涯，还是被追杀亡命，我都要与你在一起。我定不负你，倾其所有，无怨无悔。眼下我将你带出凤族，一定引起了神界和凤族的追查。此处人多眼杂，只能供你我短暂落脚，可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你将我的元神寄托在一只凤凰花上，自此以后，我便做个花族仙子，想必足以隐藏身份。可我不想委屈你，你且在此等候，带我去寻世外桃源。以后咱们就做闲云野鹤，任谁也找不到。寻仙灵。什么？定是凤云长老将你我之事禀报了神界，用寻仙灵沾了我们的气息，正寻过来。我不想与你分开。你放心，他们定以为你的元神在我身上，我这就出去引开他们。无锡，你别走，我怕你有危险。这是与我同根的梧桐叶，此时你灵力低微，尚不能与任何人发生冲突，务必要隐藏好自己。等这场风波过后，这片叶子便会引你找到我。你一定要在此等我。这无锡竟还如此逍遥，在此处饮酒作乐。不过这先来先往的确实热闹，下次我带月迷来瞧瞧。你到底是来玩的还是来做事的？我说了，我自有自己的办法。这抓人和被抓，我十分的有经验。想当初我下界私自游玩，不知道被之阳抓回去多少回。这种事，急不得的。师姐他们已经在里面等我们。那我们赶快上去吧。待会儿你带我去逛逛呗。这杨枝里头放了什么？这么香？仙君，这可不是什么杨枝，这是我们东风楼的招牌桃花酿。此酿闻之醇香，食之清甜，入口细滑，回味无穷。哦，仙界竟有这么好的东西？你该不会在吹牛吧？真的假的？您点一碗尝尝不就知道了。你尝尝。无锡，在这里等我。这无锡明知我有白绝护卫，还敢偷袭我，调虎离山之计。没准这会儿凤燕的元神还在酒楼里。
仙子在下路过此地，不小心迷了路，不知仙子可否指点一二？我也是初来此地，仙子还是问酒楼小二吧。仙子人美心善，我寻了半天的路，口渴得紧，可不可以收留我坐一会儿？只是我有要事在身，实在留不了你。我想，仙子定是样貌出众，纤比花娇，令在下颇有眼缘，忍不住想要啰嗦几句。仙子可是花族中人？是。仙子若要远行，可要多加小心。最近这城郊可不是很太平。如何不太平？最近有一采花淫兽盘踞南海城郊，专挑你这样貌美的下手。当真？仙子是花族中人，这么大的事岂会不知？我略有耳闻。不仅此事，最近凤族也出了一件绝密的大事。在下生来酷爱游历，又好闻八卦，上到主神择寿，下到老龟纳妾，这3界的大事小情，没有一件是我不知道的。哎，算了，这事关主神的颜面，咱们做小仙的也不必操这份心了。既然仙子要远行，那我就先行告辞了，有缘再见。仙子，方才仙子说白绝神尊在南海城暗中调查凤凰元神被盗走之事，可有眉目？你一个花族的小仙子，对凤族之事如此的上心，这是为何啊？和你一样好闻八卦。凤凰元神不在你身上，怎么？你当真要与神界为敌？若不是你们几位真神苦苦相逼，我无锡又何至于此？荒谬！凤凰元神失窃之事已走漏消息，引起仙妖2界的觊觎，各族首领皆想将其吸收炼化，以增强自己的灵力。我怕南海城会惹出乱子，你和上古务必尽快处理，赶回神界。现在，神界几乎可以肯定，无锡把凤凰的元神寄于一朵鲜花之上。此事绝密，神界是怎么知道的？这鱼儿都上钩了，白冰块怎么还不回来？这桃花酿虽好喝，却十分醉人，我饮的多了些。你说凤凰的元神乃神格，岂是一朵鲜花能够承受的呀？它寄身之后，灵力低微，自己都无法自保。我想，这定会引得诸方相争啊。小主神本以为是无锡一意孤行，没想到这凤凰也参与其中。他俩到时候可如何收场啊？你说，主神若是知道他此次前去凤族择寿，会让无锡和凤燕遭受这些，他一定不会去凤族吧？现在事情闹得这么大，你说这凤燕为何会选择走上这条路，还牵扯这么多人进来？哎，涅槃要断绝七情，割舍一切记忆。请问仙子，没有了七情和记忆，凤燕还是凤燕吗？凤凰深系凤族血脉，生来就是要继承天命的呀。所以她生来就应该经历涅槃，与情郎就此别离。你不觉得凤凰很可怜吗？虽然她贵为凤凰，还不如这些仙界幽会的女子爱恨犹己。可是世界上可怜之人很多啊，
没有人可以违抗祖神的旨意。不知高高在上的主神知不知道，凤族也有许多出身低微却有能力承担得起神圣使命的人。凤燕她既没有辅佐主神的能力，也没有匡扶三界的愿景，她只想做一个普通的女子，与情郎相守到老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上古主神。如果没有如果，等小殿下有了心上人，自然会明白为情所困这4个字的含义。枫叶的酒醒了，请小殿下带路吧。罢了，我本就不想拆散你们2个，现在又见你如此的坚定，小殿下何意？走吧，趁我还没改变主意之前。小殿下，快走，等白绝真神回来了，怕是你们就走不了了。谢小殿下成全。无锡，枫叶，你怎么这么久才来啊？急死我了！可是遇到什么难处？那就好，我本来想去酒楼寻你，又怕被别人顺藤摸瓜暴露你的身份。小殿下认出我了。啊，你别担心，小殿下是个通情达理之人，是他网开一面放我走的。无锡，我们此前错怪他了。此事皆因上古而起，你能原谅，我可不行。胡闹！我头都已经这么痛了，你还凶我？你这好吃的德行，什么时候才能改？白冰块，我的头好晕啊！你说你平时对我稍微温柔一点点就不行吗？别老凶我，是不是？我好羡慕无锡和凤燕的感情，他们面对自己的爱情义无反顾，甚至违抗天命，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。明明是无锡为了一己私欲犯下大错，哪有什么为了爱情义无反顾？你别再说醉话了。我可没喝醉，你看我这像喝醉的样子吗？我没喝醉。你有没有听我讲话？我很羡慕无锡与凤燕，我不想把他们抓回去。你刚刚和谁喝酒了？凤燕啊，那还能有谁啊？哎，上哪儿去？这样传信，现在三界都知道凤凰元神丢失一事，你身为主神还在喝酒误事。误事就误事，你怎么又给我讲段大道理？白绝，你说有一天，若是我为情所困，触犯了天规戒律，你会不会也按律法处置我？天规戒律，并非只存于教条。感情的事，跟教条毫无关系。时光如你，让我情思绪牵引。你说说你，除了长得好看一点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啊？你喝多了，我帮你醒酒。受过。这是朝圣殿，不会有人来救你的。你要做什么？做我早就想做的事情。直到遇见你，千方百计，等下一世晨曦，诚心再相遇，毫不犹豫，银河里陪你去远行。你
你还跟谁这样喝醉过？花神、夜神、雨神、天启、月迷，这样。好了，你以后不许再跟他们这样喝酒了，听到没有？为什么？你为女，我为男，衣衫所及之处，皆不可碰。可是你脸上也没有衣衫啊。这比他凶手还累。你好好在这休息，无锡枫叶现在十分危险，我去就回。我已设下结界，外人无法入内。茅屋的主人是一鹤仙，不久前飞升神界，应该是不会再回来了。真是一个世外桃源。我们暂且先住在此处，待风平浪静过后再做打算，可好？嗯。这里环境确实太过狼狈，是我考虑欠妥。燕儿，委屈你了。刀山火海都不怕，这点委屈算什么呀？无锡，如今我们闯下大祸，回不了头了。自此以后，东躲西藏是难免的。只是我如今临离低位，恐怕会拖累你。燕儿，你知道我不善言辞，也不会说甜言蜜语。但是我无锡对天起誓，就算豁出性命，我也一定会给你幸福。我们成亲可好？既然要成亲，就得规制得干净。你傻愣着干什么啊？过来收拾啊！哦，对。今后的家务活都我来做。不好，有人闯入结界。可是白驹真神，走。无锡，不想死就赶紧滚！我们要的是凤凰的元神。收下。我怎么睡着了？我亲他了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